秋天总是来得悄悄，走得匆匆。就在寒意还没追上之前，这正是最适合出游的时刻。阳光温暖，山风凉爽，还没有那只狡猾的秋老虎突然回头咬你一口。这一集我们决定到三峡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小旅行，用一条秘境步道唤醒身体。沿着林间前行，看山色与溪水互相争宠，然后大啖一顿周遭最实惠美味的鲟龙鱼大餐。吃饱后，再前往附近藏着瀑布与芬多精的能量景点，让心也慢慢静下来。最后傍晚下山，收在朋友夫妻经营的正宗韩式料理，美景步道大餐与好朋友。今天的旅程每一段都让人嘴角上扬。如果你正在找一个秋日里刚刚好的旅行灵感，那就一起看看今天的内容吧。或许这就是你下一趟的目的地啦。我们今天到的这个景点啊，叫做臭河18洞天，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溪谷，有很特殊的地形，所以我就想说来看一看。那来到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停在插脚国小的精明分校那边，车子呢会比较好停。那走过来呢，一路走过来，像这样的路啊，它并不会太困难，大概走2-3分钟就可以到达了。或者是你可以停在外面大路上，然后再走进来，大概2-3分钟就到了，路不会很难走。我们要到达18洞天之前呢，首先要认这个警告标示，然后再看到它下面呢有一块石头，石头上面刻了18洞天啊，它是在告诉你说18洞天这个地名的这个地形的由来是怎么样的。那旁边呢有一个楼梯，我们就顺着这个楼梯下去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个楼梯啊，它还蛮滑的，上面布满了青苔，所以我们会建议说，老人家、小孩子啊，要特别的小心一点。然后你最好要穿止滑力比较强的鞋。像你今天的鞋子就非常不 OK。我的鞋子有点不防滑。它就是为了爱漂亮，什么事情都可以不要了。其实从上面呢走到溪谷并不会太远，大概就是3层楼的高度而已。但是我现在碰到困难了，这边呢有一只很大只的蜘蛛结了一张很大的网，我现在要这样过去。过来了。你看，哇，你真的是不接近不会看到而且这么大的网，你就是如果不是我刚从那面看不觉得蜘蛛很恐怖，可是我现在从这一面看，发现哇，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，看起来又更恐怖了一点。大家要小心一点，也不要把它整个网打坏了。我们来到这边呢，发现说它已经没有路了，然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整理的状态，非常可惜。可是隐隐约约呢，还是可以从这些杂草丛生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湖穴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呢水面呢落差相当的高，而且水非常的湍急，所以我觉得观赏性也还不错。可是我觉得其实从上面路看下来，搞不好还更漂亮一些。等一下我们去大路上面看下来好了。我现在有一种越看不到越想看到的不甘心感，所以我们就到了外面的大路，这条叫大埔路，然后我们往下走，走到这里叫做臭河桥。这边呢可以看到蛮漂亮的这个大豹溪流域。那大豹溪流域其实在北部啊非常的有名，它有名在于就是每年溺水的人真的是还蛮多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下去这里玩了，好吗？我们就是远远的看着，天气不好也不要来。那这边呢有人说它像花莲的沙卡当，那我们觉得是大概4-5成像啦，它没有花莲沙卡当那么的漂亮。可是说真的，现在要去看沙卡当也不是那么容易了。你们看这个溪谷真的非常的漂亮，深度也够深。那据说呢，18洞天就是因为它有18个比较大的湖穴而得名的。那实际上呢，大大小小的湖穴非常的多。然后也有看到有一些资料啊，就是上面有可以看到很像大象象鼻的一个岩石。可是我看到资料呢，都是6到8年前呢，蛮久没有更新这些资料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一改刚刚的推荐，就是说前面资讯讲了这么的仔细，可是那个地方完全不推荐大家去。我觉得大家来臭河桥这边看看风景就好。我自己觉得有点小小的像我们前一阵子去那个日本的四国的竹谷溪。
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算是一间秘境餐厅，它叫做千户传奇生态农场。原来呢叫做山中传奇，是一间非常有名的餐厅。那我们就是来这边吃个中餐啊。现在因为秋天了哦，天气整个凉凉了，所以走下来这样风吹过来，好舒服哦。里面看起来蛮漂亮的，真的很舒服我这里真的是可以称作秘境餐厅了。主要就是要来吃鲟龙鱼的。你看这边啊，环境非常的好。养鲟龙鱼呢，它需要水质非常好的环境才可以，鲟龙鱼一定很好吃。菜都上来了，可以开动了。它其实整个餐厅的周围环境都很漂亮，所以我们特别挑了一个窗边的位置。我们先来吃这道来这里一定要点的清蒸鲟龙鱼，超好吃的。它这个调味呢，就是一点点的葱姜跟麻油啊，把那个鱼的鲜味整个提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鱼肉非常的紧实，感觉这个鱼很有这油哦。它是那种呢，你可以吃得到胶质，但胶质又不会太多，让你腻口的那一种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，因为我觉得吃起来是完全没有那种土味的。这里面衬底的豆腐也好好吃哦，沾满了汤汁。我觉得它这个调味是真的还蛮好吃的，所以整个鲟龙鱼跟豆腐都很好吃，然后葱姜的香味啊都很棒。这一道是蒜泥鲟龙鱼，这个老板说他剩一点边角料，所以招待我们。好，这算是我们相机福利。这个呢，我觉得吃起来啦非常像猪肉，它比一般的肉片呢一般的鱼片呢更适合拿来做蒜泥鱼片，因为它的肉质啊更紧实一些。对，更接近猪肉，所以你会觉得真的还蛮类似我们吃蒜泥鱼跟蒜泥白肉之间。我刚有吃到一块呢，是它有胶质的，然后跟肉的，它那个胶质的部分就跟你吃到五花肉的肥肉的部分呢很像，但又没有腻感。我觉得它烫的熟度非常的刚好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清甜感，那种就是有一点生鱼片的那种清甜感也在里面。这个也是我们相机福利。老板说来这里呢，没有点他们的鲟龙鱼生鱼片，非常可惜，所以他就切了3、4片给我们尝鲜一下。然后还是要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，你们来是老板没有特别招待，然后呢，我也没有业配，纯粹就是老板看到我们在拍摄，所以招待我们这一些。对，来夹来吃吃看啊。对，因为邱太他前一阵子嘴巴有点受伤，对，所以他不能吃，所以我来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没有点整份的生鱼片的原因。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最近产量变得比较慢，所以为什么？因为2、3个礼拜没有拍美食了，只能我来了。我其实不是很想要出镜，你知道吗？是有什么包袱啊？奇怪。它的口感啊，吃起来还蛮像我们去吃到那种很好吃的鲷鱼生鱼片，在日本吃到那样子，它的口感更紧实，所以你咬的时候会觉得咬不断，可是它咬起来脆脆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而且那个清甜的感觉非常棒，你可以感觉到那种吸水的清甜渗透在那个肉里面。好羡慕，我也想吃。我吃就好，我吃就好。我跟你讲，它沾了酱油之后啊，那酱油把那个鱼肉的甜味都勾出来了。这一道是炒鲟龙鱼肝肠，它外表呢看起来非常像猪肝，那你说像猪血对不对？我刚咬下去的时候，本来期待是猪肝的口感，结果呢，哇，是鳕鱼肝的那种口感，但是比鳕鱼肝的腥味呢还要更少一些。这个比鳕鱼肝好吃非常多，这一道很好吃就保留了你喜欢的那种鳕鱼肝的感觉，但是人家是鲟鱼肝啦。哦，这个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这个是鱼肠，我觉得它跟吃猪肠的那种爽感也是蛮类似的，就咬起来有点脆脆软软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多了一个胶质在里面，那是猪肠没有办法比的。它整盘的口味炒得非常的香。其实我刚才在吃鱼肠的时候，觉得有一点点，姜丝大肠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一道比姜丝大肠好吃，非常的棒。他们家炒工很好，来的话呢，其他菜可以点起来。
这一道算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一，养生寻骨汤。这样小小的一盅呢，要400块钱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听说是放了20多种的中药材去熬煮而成的。里面呢，就是寻龙鱼的这个，算是什么龙柱的意思。然后它这个柱啊，就是脊椎骨啊，就非常的有胶质，是寻龙鱼的特色之一。所以它这一道我觉得特别贵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熬这个要熬非常的久。而且那个真的是整个被熬到就是像胶质一样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我刚刚看它那一块很像猪脚筋一样，结果吃下去就是果冻，然后也是一点腥味都没有的，很棒的东西。你觉得400块一盅值得吗？可以，因为它的这个汤啊，就是感觉非常不计成本的，放了真的很多的中药，很浓缩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呢，就眼睛闭着点下去就对了。其实我们刚刚就想说要把点那个2人套餐，对，因为它2人套餐1500，然后加10%，我觉得可能大部分观众会觉得贵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原来是它这一个贵的是贵这一个2小盅的汤这样子，然后想说我们就点一个来试试看，然后也可以多点一点菜。那我也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么样，我目前觉得是点1碗还是2碗会比较好。先尝鲜，因为我们可以调配预算。对，因为我想要尝试其他的菜。我觉得店家一定会不想要我们选择调配预算，可是真的，我觉得大家点餐就可以聪明点啊。对，你如果想先尝鲜吃，可能老客户搞不好来就是会点套餐，因为它其实套餐全部加起来价格会便宜一点点。也给大家看一下它单点的价格，有这些东西可以选。那每一道呢，我觉得均价大概在300多块。鱼类的料理的话。它的双人套餐啊，里面是还有含客家咸猪肉，可是我想说，我来这边就是要吃寻龙鱼的客家咸猪肉，我很常吃，所以我就还是选择单点。对，而且我们就多点了一个寻龙鱼的东西，因为就是尽量吃寻龙鱼，这给大家参考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啦。另外还有点一盘高丽菜搭配一下，那我觉得这个寻龙汤呢，大家可以来哦，先点一盅试试看。如果觉得喜欢，可以再加点。那也有其他的汤品呢，是比较大宗，然后价钱没有那么高的，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做选择。他们家呢没有提供完全的白饭，是白米加黑米，叫做养生饭，1碗20块钱。我们现在上来看他们养殖池，这个养殖池还蛮大的，而且还有做观景窗，说是方便小朋友观赏。不要说小朋友了，我在这边呢，我也可以看半个小时的。我也觉得很有趣店家刚跟我们说，这边呢还有一个小活动，你要有20人以上的团体呢，你可以先预约，那你就可以进到池子里面呢，穿渔夫装，然后可以抱抱寻龙鱼，跟他们亲近。那说一场活动的话呢，如果以20人来说，就是5000块钱，我觉得也还是算蛮可以的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。你看那个鱼啊，它嘴巴前面扁扁的、长长的，那叫鸭嘴鲟，真的很像鸭嘴兽。然后老板跟我们说呢，这个鸭嘴鲟呢也是蛮难养的。在养寻龙鱼之前呢，他们是养鳟鱼的。老板刚跟我说一个小故事，超有趣。说因为鳟鱼呢，以前他们都要就是抱起来，然后用推车推到厨房，他们觉得太麻烦了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就带小朋友去八仙乐园玩。以前八仙乐园不是有滑水道吗？然后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东西，他们就把鱼呢抓到这个池子里面来啊，设计一个滑水道，让鱼直接滑到厨房的鱼池里面去，直接丢下去，然后就直接溜到厨房。哇，这个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。现在看不到了，很可惜，我很想要看一下。你看，这就是那个滑水道设置，把鱼放到这个池子里面来呢，让它自己从这个管子溜下去就好了。但是现在呢就没有在使用，因为寻龙鱼太大只了，放下去会卡在管子里面。你看，那下面也都是，而且比那边的还要更大只。这里是他们的室内养殖场，里面的鱼呢都是比较小只，要养大了才会放到外面的池子里面去。那其实这边的寻龙鱼种类呢还蛮多种的，根本就是一个小型的寻龙鱼博物馆。我觉得这里还蛮有趣的，就是不仅环境好，然后东西也好吃，还可以参观。你看这里面就像育婴室一样，里面的鱼都小小的，养大了呢再带到外面的大池子去。你看
看这边下面也都是，可是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乍看之下呢，很像水疗中心。寻龙鱼的水疗中心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看到这边，我也是想要4个字，海中天啊，3个字。大家有去过海中天吗？就是那个游泳池，然后有很多的水疗，你可以冲。对，那个 SPA 哦，我以前好爱哦。我跟你讲，好像这些水啊，老板说都是山泉水。这个地方我还蛮喜欢的，下次会想要带我们家小孩来。你看哦，他最喜欢这种小动物，有鸡啊、乌龟，然后后面还可以喂鱼。我说真的，我们吃个饭啊，然后晃一晃啊，半天就过去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这些鸡，我想说，刚刚桌子上有写白斩鸡，会不会这么漂亮？这里溪水看上去真的很漂亮，真的非常的磅礴。可是呢，如果台风来的时候，还是要注意一点。老板说，某一年台风，他们这里的曾经水位就淹到非常的高。哦，这个小鸡好可爱哦！它跟妈妈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对啊，小只的哦。很赞呢。这边还有一个泡脚池。我们吃饱饭，来到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，来这边走走散散步很不错。一走进来呢，都还没到收费的地方，就已经看到这样的景色了。那后面呢，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瀑布一样，根本就是个能量景点。我们就在这边停留就好了，不要进去好不好？这边就已经很舒服了。我们今天找一条简单轻松的步道走走就好。这后面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尼加拉瀑布，缩小1万倍。我们走上来看到这个告示呢，直接可以电子买票，就不用再去排队。如果假日人很多的话，然后要注意哦，新北市民办票。我们上次去内洞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买了全票。他真的还没买票就已经很舒服了。瀑布第2个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会喷水，因为我刚刚以为下雨，就是这个风啊，把水汽喷过来了。我们现在来到售票处，这个不讲不行，它非常棒，有饮水机啊，然后你可以借雨伞、借老花眼镜、轮椅、婴儿车也都可以在这里借用。真的，你有时候忘记了，然后发现来了，对啊，就这边就可以借了，非常的贴心，非常的棒。我们现在走在森林园区的健行步道上，这旁边呢就是很漂亮的溪谷。我现在看了之后，真的不太明白我们为什么早上要去18洞天我觉得总是没看过会好奇嘛，再知道说。我就不用去了，这样子，跟大家讲，大家看一看，觉得不用去就不要去了。对，那个地方呢，其实还蛮危险的，我觉得大家在凑合桥上看一下就好了。走在这条步道上面，真的非常的舒服，享受了森林浴。而且我们沿路走过来呢，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枫叶。这边呢有台湾最美低海拔枫红之称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10月底来拍摄，接下来11月底、12月底等天气更冷的时候呢，枫红就会慢慢的红了。到时候大家来这边散步呢，一定是非常享受的。Evening feeling like a postcard scene, 'cause it's just us two, dancing with the moon, my arms wrapped around you. 口渴了，我们在步道上呢看到森林小铺，进来坐一下喝杯茶。那这边的东西呢，我觉得都价格还蛮合理的。那你可以找到一些小零嘴啊，有热饮也有冷饮可以选择。那整条健行步道呢，它大概是长1.6公里，而且它走起来呢都是柏油路啊，非常的好走。然后就是整段是缓缓的上坡，那沿途呢就是有那种很深的水流、很大的溪谷可以看，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有一些涓涓细流可以看，所以我觉得整路上呢走起来是完全不会无聊，很舒服。我觉得蛮丰富的。它这里面啊用的那个椅子啊，全部都是实木的。这个平常放在家里是很贵的东西。
如果有推轮椅或婴儿车的话呢，这条步道到这边大概就是终点了。再来呢，你就是往上都是阶梯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想要继续往上去看处女瀑布。虽然说啊，我觉得推婴儿车呢、推轮椅呢，只能到达这边。可是你看了这个风景呢，这边观景台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就已经很值得了。我们继续往处女瀑布走吧，因为今天呢，马月园瀑布那边有一段是封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去处女瀑布。Late night strolling, far from home and horizon looking like a sunset dream. Midnight talking, water crashing, evening feeling like a postcard scene. Cause it's just us two. 原本我们问园方说多久可以走进来，他说大概半个小时。可是我们呢，其实花了1个小时才走进来，因为路上真的太好拍了。现在走在这个桥上啊，我觉得光看这个瀑布呢，就已经非常的壮观了。好累哦，真的非常有激励人心的作用。就剩最后100了，哇，这一鼓作500公气吧。尺比前面的所有都还累。I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to your eyes. 终于看到瀑布了，最后这500公尺走了好久哦。啊，这里非常有原始丛林的感觉。最后看到这个瀑布，真的觉得有值得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想说，如果不漂亮的话，我一定生气。不过我原谅它了，真的很漂亮，好垂直哦。我们近距离去看一下。 Where we gonna go? I was 这个瀑布不管是垂直的高度，还是它的宽度，都很壮观。我以后知道夏天要来哪里避暑了。站在这边呢、就是不间断的水冷气一直扑面而来。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这个观瀑凉亭看一下。这瀑布呢，我觉得算是走进来呢，没有很远，也没有很困难，然后很难得看到的这么垂直、这么庞大的瀑布。我跟你讲，走进来也有一整天很足够的运动量，可是我觉得算是恰到好处。而且我觉得这是很能够让人家醒悟的那一种瀑布，就是很适合修行的那一种。我跟你讲，以前不是有一些高僧发现自己的道行不够的时候，就在下面。我觉得这边，我光坐在这边，我觉得我道行在提升不过我了。跟你讲，如果道行不够，你就会被冲下去，它冲刷力太强了。 to run away with me. To run away with me. 我们原本晚餐排了山上的餐厅，可是我们拍到太晚了，山上的餐厅都关了，所以我们就下来想说，我们有朋友在这边开餐厅啊，没有来通常过，所以就来这边吃。那我们现在来到北大特区，这间餐厅叫做小眼睛欧巴门。那这个朋友的老公呢，他是韩国人，所以韩国人做的韩国料理绝对没有错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心里想到的都是韩国炸鸡，韩国炸鸡真的非常好吃，我就想要吃一下。我跟你讲，这间店也是个名店。 我们先来喝个汤好了。刚喝这个海带汤蛮惊艳的，稍微有一点点辣味，而且跟平常海带的鲜味呢不太一样，它又多了更多的层次感。但我知道说韩国对于海带汤啊，好像还蛮重视的，因为生日都要喝海带汤。那有时候里面呢会加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它那个辣透的是一种胡椒的那种腥感，可是它不是胡椒，是辣椒。
今天送上来的小菜呢有3种，那这些小菜你吃完都是可以一直续的，跟韩国一样。跟大家说，其实韩国有一些餐厅没有一直续，所以你去韩国餐厅要先问清楚。现在是美丽的老板娘在帮我们炒肉，有多边服务，超棒的。他今天很难得会出现在这里，我们今天运气很好，一问他就真的人就在这里。对啊。这边都是生的，开始拌炒需要一点时间。好。我们在等待春川炒鸡炒熟的过程中呢，先来喝个饮料，这是老板招待我们的。那这个是莓果的气泡饮，然后这一杯是玫瑰气泡饮，2杯都还蛮好喝的。我自己是喜欢莓果的这一杯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莓果味呢是比较自然一点的。那玫瑰的话呢，它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玫瑰糖浆的味道。可是我很喜欢上面那个花的香气，因为我刚好喝到，没有糖浆的那个部分啦，好香哦。哇！我刚刚进来就是看到别人在炒这个，完全受不了，就很想要吃这个。超有食欲的。它里面是我们炒过的套餐。哇！下这个邪恶起司。这个是春川炒鸡的精髓。哇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好期待它等一下砍西的样子。这个很折磨，因为你呢看了它，但是你又还不能吃它。对，然后边炒说，可以吃了吗？然后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结果还有这样子。他现在说这个要让它整个气势融化之后，我们再开始吃。可以吃了。好好吃，鸡肉超级嫩，然后它的红酱呢，跟一般我们在连锁店吃到那种红酱是不一样的哦。连锁店的呢比较偏甜一点，那它的这个辣呢，不是说非常辣，可是有辣椒的辛香感。对，因为你不太能吃辣，它应该有稍微帮你调，没那么辣，就是你可以吃的很开心重点是他们家的鸡肉啊，选的非常好，很鲜嫩。它就这样子生的在你面前就炒到熟，这样子一定好吃的啦。你碰到起司就要大坨的给它加下去，因为加上这个起司之后呢，奶香很浓郁，跟鸡肉好搭好搭。老板娘说的没错，加生菜吃呢会吃出另外一个感觉，生菜非常的脆甜，再加上鸡肉甜，2种不同的甜交织在一起，有够好吃。我觉得有这种朋友真好。海鲜煎饼非常之好吃，外脆内软，里面呢还有一点点那种稠稠的感觉，不是说煎到很干。然后里面呢料非常的多，好喜欢哦。终于吃到朝思暮想的韩式炸鸡，在台湾要吃到道地的真的不是很容易。这一份呢210，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贵，可是说真的哦，如果你去韩国吃，你就知道韩国韩式炸鸡超贵的。啊，这一份呢是蜂蜜芥末口味的，我觉得很喜欢，因为不是一般外面市面上直接买的酱加进去，老板自己调的。这个是无骨的，选用的也是鸡腿肉，所以咬下去呢是非常的 juicy。它那个皮炸的蛮脆，其实蛮像鸡米花的那种脆版的这样。这里面呢，我们更喜欢年糕，它的表皮炸酥酥的，吃起来很开心。跟我们一般吃到的不太一样，会有惊喜感。吃的超饱的，这个春川炒鸡呢，真的非常值得来吃一次。而且我们就点了春川炒鸡、海鲜煎饼跟韩式炸鸡而已，还剩半盘要带回家了。还有2杯饮料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呢就是简简单单的4个行程，然后有散散步、吃吃饭这样子。那第一个行程的话呢，我们是推荐大家就是我们在路边看看就好，因为已经走下去给你们看过了，那下面真的没什么，就不要浪费力气了。我相信它原本应该还不错，
今天安排了2家餐厅，我都非常的喜欢，尤其是朋友的店啊，它的春川炒鸡真的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，并不是因为是自己的朋友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今天我们安排的行程只有4个，本来想说应该是蛮轻松的，结果没想到满月园也是扎扎实实的，耗掉了我们半天的时间。可是那边其实走起来还蛮轻松的，我们很推荐大家去走走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想知道好吃好玩的，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。那就这样喽，大家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我觉得问问看大家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像这样子就是不要太多的行程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尽量给到很满，塞满。对对对，但是其实我要到应该不会大家都有办法全部都塞满这样子。好，先到这边，拜拜。